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一辈子没害过人，处处替别人着想，能帮就帮，结果走得挺早。另一个人呢，做事不太厚道，该占的便宜占，该推的责任推，反倒活得挺长，身体还挺硬朗。这种事很多人应该都见过吧？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心里轻轻叹一口气，觉得这世道怎么这样，好人没好报，坏人活千年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今天卢叔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很多人想不通的事，好人为什么有时候走得早，坏人为什么反而活得长？经书上有句话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很多人知道这句话，可往现实里一对，常常对不上号。那位热心肠的大姐60出头就走了，那位让大家在背后摇头的老人90岁了还在楼下晒太阳。我们总以为好人该长命100岁，坏人该早早离场。因果就像种地一样，有的种子春天种秋天收，有的种子今年种明年收，还有的种子种下去好几年才冒芽。有的快有的慢，不能拿着一小段去判断整块田的收成。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一个人这辈子积了很多善，他该做的事做完了，该修的功课修满了，人间这个学堂他提前毕业了。他走的时候可能很安详，没受什么大罪，甚至是在睡梦中轻轻松松就走了。这不是惩罚，这是一种慈悲。就好像一盏灯，不是烧得越久就越好，而是它该亮的时候亮过了，该暖的人暖过了，这就圆满了。而那些心里装了太多计较和算计的人，他还有没还完的账，还有没学会的课，所以留在人间多待一阵子。不是老天爷偏爱他，是他的功课还没做完。经书里说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我们看到的只是短短几十年，而因果这条线拉长来看才会清楚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？很多心地善良的人特别容易累，不是干活累的那种累，是心里累。别人随口说了一句话，他听进去了，翻来覆去琢磨。别人找他帮忙的帮不上，他心里愧疚好久。看见路边有只流浪猫没有吃的，他回家还惦记着。这种人太把自己的心交给别人了，心像一块软软的海绵，把周围的情绪、委屈、不公平全都吸到自己身上。吸着吸着，海绵就沉了，重了，最后撑不住了。而那些活得长的人有一个特点，他们不太往心里去。不是说他们坏，是他们有一种本事，事情过了就真的过了。今天有点不愉快，明天该吃吃，该睡睡。今天吃了点亏，翻个身就忘了。他们心里不装那么多东西，气是顺的。这种人，你说他心大也好，说他不在意也好，但他的心神消耗确实少。心不累，身体就不容易出大毛病。有个老人家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不高兴的事当水喝，喝下去就尿出去了，留不住。这话听着糙，但理不糙。经书里讲，心为法本，心是根，身体是枝叶，根不烂，枝叶就不会枯。这是个很朴素的道理。好人不是输在善良上，是输在把事情看得太重了。你替别人操碎了心，别人不一定知道。你替儿女愁白了头发，儿女可能正忙着过自己的日子。你替同事扛了责任，同事可能连声谢谢都忘了说。你把所有的担子都往自己肩上揽，揽到最后压垮的是自己。这不是说善良不好，善良是这个世上最珍贵的东西，但善良需要配一样东西，叫智慧。有智慧的善良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帮，什么时候该退，什么时候该把那口气轻轻放下来。没有智慧的善良，就像一盏灯烧得太亮太猛，还没到天亮就灭了。你说这盏灯不好吗？它很好，只是没人告诉他可以亮得久一点，不用一把烧完。坏人常说这件事，也许不该叫他们坏人，就叫他们心里不装饰的人吧。好人短命这件事，也不是好人活该，而是好人太把这个世界的重量放在自己心上了。
你看那些真正长寿的老人，不管他们年轻时做过什么，到老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不较真，不计较，不把事情留在心里过夜。这不是没心没肺，这是一种经历过风浪之后学会的本事，不跟生活硬碰硬。有一位长辈，一辈子老实巴交，吃了不少亏，受了不少气。60多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床上躺了好久。那段时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，他说，我以前总觉得不把别人的事当事，那就是自私。后来才懂，我把别人的事当事，把自己不当回事，最后躺在这里，谁也帮不了，还连累家里人照顾我。从那以后他变了，不是变冷漠了，是变清醒了。他还是会帮人，但他先把自己顾好。他还是会替人着想，但他不再把别人的情绪背在自己身上。他现在80多了，身体还不错，时常提醒年轻人说，善良要有边界，好心要留一半给自己。经书里有8个字：自护护人，自度度人。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才有能力去照顾别人。你把自己的心安顿好了，才有力量去温暖别人。这8个字不是自私，是慈悲的根基。地基不牢，房子盖不起来。自己站不稳，怎么伸手拉别人？飞机上的安全须知说得最清楚，遇到危险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，再给别人戴。你自己都喘不上气了，要怎么救别人？那些早早走了的好人，不是善良害了他们，是他们忘了善良的人也需要被照顾，而那个最该照顾他们的人就是他们自己。他们把所有的善意都给了别人，唯独忘了给自己也留一份。你说这多让人心疼。还有一个角度值得想一想，我们看到的短命和长寿，只是生命的长度，不是生命的质量。一个人活了90岁，但最后10年是在病床上插着管子度过的，儿女不常来，老伴可能也不在了，每天盯着天花板数日子，这种长寿真的值得羡慕吗？一个人活了60多岁，但走之前该说的话说完了，该见的人见过了，心里没有太多遗憾，闭上眼睛那一刻是平静的，脸上甚至带着一点轻松，这不也是一种圆满吗？甚至很多时候，那些走得早的好人，走之前是被家人围着的，是被爱着的，是带着温暖离开的。而那些活得久的所谓坏人，晚年往往孤零零的，没人愿意靠近，没人真心待他。经书里说，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重要的不是活了几年，是怎么活的，又是怎么走的。好人为什么让人怀念？不是因为他活得久，是因为他在的那些年温暖了很多人。他走了，大家想起他，心里还是暖的。而有些人活得很久，大家提起他来，只是轻轻叹一口气，人还在，但跟不在也没什么太大区别。你说老天爷不公平，其实老天爷有他自己的算法。他把长寿给了那些扛得住的人，把安详给了那些内心纯净的人。那些心地善良却走得早的人，也许不是老天爷亏待他们，而是老天爷心疼他们，不忍心让他们在这个世上再多受那些不必要的苦。就像一朵花开得正好的时候被轻轻摘走了，不是花不好，是它太好了，被收回去放在更好的地方了。这个角度不一定对，但它能让我们心里舒服一点，能让我们不再那么纠结，不再那么替好人感到不公平。我们不需要去恨那些活得久的人，也不需要替早走的好人喊冤。每个人的路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功课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终点站也不一样。你只管走好自己的路，守住自己的善良，同时学会保护好自己，这就够了。最后想跟大家聊几句心里话，不要因为看到一些不太公平的事，就怀疑善良不值钱。善良很值钱，只是它的回报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。善良的回报不是你活多久，不是你有多少钱，也不是你儿女多有出息。善良的回报是你在帮助别人的那一刻心里涌上来的那股暖意，是你看见别人因为你的善意而好起来的那一刻的踏实，是你老了以后回想这一生觉得自己没白活的那份坦然。这些东西是长寿给不了你，再有钱也给不了你这种暖意，只有善良能给你。经书上有一句话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
自净其意。最后4个字最要紧，自净其意。先让自己的心清净，心静了，你活多久都是赚的。心不静，活100岁也是受罪。心静的人60岁走得安详，那是圆满。心不静的人90岁还在抱怨，还在算计，还在跟人较劲，那是煎熬。一个心里装满怨恨的人，就算活到120岁，他这120年都是苦的。一个心里装着慈悲和善意的人，哪怕只活了60年，他这60年是暖的，是对得起自己的。所以别再纠结好人短命坏人长寿这件事了，你只管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有边界的好人，一个懂得保护自己的好人，一个会对自己也善良的好人。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活得久一点，这世上就多一份善良。你倒下了，这世上就少一份温暖。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善待，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。善良从来不会白费，它只是以你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回到了你身上。可能在你不经意的某个时刻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那份你曾经给出去的善意会换一个样子回到你身边。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一句话，把你想对自己说的话写出来，提醒自己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